魏先生这边请。安迪，嗨，谢谢叶敏。好的。怎么了？突然跑来找我？有件事情我要跟你单独谈一谈。等一下，艾米 ，sorry，你先出去一下。好的。不好意思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给。你记不记得我问过你，假如你的父母亲还活着，你该怎么办？现在已经证实，你妈妈确实过世了，但是你的爸爸还活着，他还去岱山找过你，我已经帮你找到他了。他今天也来了，人就在外面前台。我都查过了，他是70年代去的岱山，80年代下海经商失败，然后回到上海读书，毕业之后留校任教，现在是著名的经济学专家，估计你也听说过。哦，对了，他知道你姓何，31岁，所有的细节。接下来这位，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都很熟悉，他就是学术界的传奇人物，中国经济界的泰斗之一魏国强先生。现在，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他发言，有请。大家好，我是魏国强，很荣幸今天能和在座的各位在一起，来探讨全球资产的配置问题。您怎么进来了？你就是安迪，不是让您在外面等着我呢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知道应该让你和安迪先谈清楚。但是我找了这么多年，实在等不及要见他。安迪，我是魏国强，我可以和你聊聊吗？对不起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。安迪，你先听。我是上山下乡去的岱山，你的外祖父家是当地的地主，姓何。那个时候，男的娶不上妻，女的嫁不出去，你外祖父只好找一个精神上有点不正常的、外向逃荒的女子为妻，生下了你的母亲。你的母亲是当地有名的美人，我因为家庭成分问题，上山下乡，到了岱山。我以为扎根农村就不会再回去了，于是就和你的母亲恋爱了。后来四人帮倒台，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，我考去了上海的大学。你母亲鼓励我继续读书，我就孤身一人去了上海。那后来呢？为什么抛弃我妈？安迪，你妈
你妈妈她有遗传性的精神病，她爱撕墙上的红纸，有的做成花戴在头上，有些呢，她涂上水抹到脸上。你能被养活，是个奇迹。我妈为什么会犯病？有一天，她掉到了河里，差点淹死。我当时正好在读大4，马上就可以毕业了。接到这个消息，我立刻赶回了岱山，照顾你的母亲。她高烧整整1个月，之后就是不断反复的低烧，神志也越来越不清楚。我只好放弃了学业，带着你妈妈四处求医。我们是真的希望她能被治好。当初你要是不走，他可能根本就不会这么疯。安迪，也许你会说我懦弱，我自私，但是天天去面对一个疯女人，我实在是没有这样的勇气。因为你没有见过你妈妈发疯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国家大力推行改革开放，内地有很多人都放弃了原有的工作，下海经商。我为了逃避眼前的一切，毅然决然地去了海南。一走了就没再回来。那个时候回去一趟不容易，再说我也不想去面对你妈妈。那小明呢？我弟弟小明又是怎么回事？小明的事情，我是后来才知道的。一个漂亮的疯女人，每天在那样的环境里，她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？不用我说，你应该想到。就在你妈妈生下小明的当天晚上，就去世了。从此，你也被送进了福利院。安迪，喝口水，快！安迪，我走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你母亲已经怀了你。后来我知道你的存在，我很内疚。我一直在找你，一直想弥补你。我还没问你呢，这些年你是怎么生活的？你不必关心我，我也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。安迪，过去的很多事情真是一言难尽，比如我当时的出走，还比如你外公30年来一直跟我生活着。
作孽的人生，就是丑恶一个接着一个。你们不如意的生活我不想听，我也不想有你这样一个爸爸。你走吧，别再出现了。你要再出现，我随时可能发疯给你看。孩子，我不奢望你的理解和宽恕，我也不会横加干涉你的生活。我来只是想告诉你，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有原因的。我和你外公也是不得已之处。有什么不得已能够让一个人连自己的妻子、孩子都不要？别再解释了，你们都是一丘之貉。你走吧，你走啊！安迪，你从小在国外长大，对这边的生活了解的很少。我这儿呢，给你带了2本比你年龄还大的书，《自家》还有《孽债》。孩子，你读读它，可能会对我会有多一些理解。为什么你想要逼我？你没看我是男人吗？啊！快走吧，安迪！安迪！开个门，安迪！安迪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也是从院长那儿得到的消息才找上魏国强的。我想找到你的父母，给你一个惊喜的。安迪，安迪，你如果不想认他没有关系的，我去跟他谈，我让他再也别来骚扰你了，安迪。安迪，安迪，你给我把门打开。你走吧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